带大家见识一下19世纪的和平执法。Clive Barker, what of this business on the Trinity? Well, you're just watering horses, then these immigrants. 警长询问移民参与者还有谁，此时的移民却在角落瑟瑟发抖。I ain't armed. I can see that. There's only one killer in Fort Worth, and that's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约翰。西部爽剧黄石1883为你奉上，跟着我一起走进快意恩仇的西部世界。19世纪，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鼓励东部居民向西部迁移。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纷纷踏上西行之路。然而，路途的凶险让大多数人都死在了路上。于是诞生了一种名为护送人的职业，他们大多为身经百战的牛仔。谢伊和他的副手托马斯便是吃这碗饭。他们本次要将100多人的队伍护送到俄州。为了提高旅程安全，谢伊决定雇佣几个牛仔里的精英。与此同时，城里来了一位狠人。Give it back. Give what back? My wallet. I didn't take your phone. 刚好被路边的谢伊两人看到，随后两人找到男人，希望雇佣他，却被高冷的男人直接拒绝。晚上，男人在火车站接到了自己的家人，他们要在这里休整1晚后，举家向西部迁移。他将女儿艾莎与小儿子安排在一个房间，然后带着妻子来到隔壁，想要好好温存一番。深夜，一个男人醉醺醺地进入了艾莎的房间，他走到床边，重重倒了下去。被惊醒的艾莎看到弟弟还在对面床上，懵逼的他缓缓转过头去。这件事让詹姆斯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单靠他自己恐怕不能带着家人安全抵达目的地。次日，他主动找到谢伊，表示要与他们结伴而行。How many women in your group? It's all women in my group. A 5-year-old boy. You need to borrow one of those women. Borrow them for what? 他们将男人和女人分开，然后让他们脱掉衣服进行检查，很快查出一些问题。随后，谢伊将男人与他的妻子直接赶了出去，原因是他们得了天花。Yeah, but so we leave the city, find a river and lay down beside it and die in peace. 画面一转，人们浩浩荡荡地向着西部出发了。仅仅1天，队伍就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致命的响尾蛇、饥饿的野狼都是他们西行路的索命恶鬼。但最艰难的还是解决饥饿。长达数月的路程让他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为了省钱，他们需要抓几10头野牛一路赶着，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做足准备。很快，他们发现了野牛的踪迹，几名牛仔呈包围之势驱赶野牛群。经过一番追逐，他们很快控制了牛群，然后就这样驱赶着牛排向营地赶去。与此同时，营地来了几名不速之客，看着满地的老弱妇孺，他们明白这群人一定有人护送，否则他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这里。想到这里，他们便放弃了抢劫的想法，这让营地众人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一旁的疯女人突然捡起石头，主动出击。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几名牛仔。All I wanted to do was watch the horses. It'll be the last thing you do. 就在众人以为解除危险时，几名牛仔再次杀了回来，对着众人进行无差别射击，射杀几人后便转身匆匆离开。疯女人抱着女儿的尸体，眼神中露出绝望。此时的她一定很后悔自己刚才的行为。返回营地的谢伊等人看着眼前一幕，决定复仇。他们来到最近的小镇，找到治安官说明来意。为了让复仇行动看起来合法一些，治安官给他们每人发了1枚警徽。接着，他们来到镇上唯一的酒馆，在移民的指引下， You see any of them, you point them out, all right? 他们很快找到了搞事的牛仔，这才有了开头一幕。次日，人们赶着牛群继续启程向西进发。失去女儿的疯女人却独自留了下来，她举起手中的枪对准自己。女人昨天刚死了老公，今天就对老头投怀送抱，甚至还要给他生孩子。显然，老头并不打算做接盘侠。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失去丈夫，她很难带着孩子活下去。就在丈夫死去的当天，同行的人抢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补给。得知此事后，谢伊顿时火冒三丈。This is what. 他带着满腔怒火找到抢夺补给的人。谢伊抄起斧头，对着男人的马车猛砸。对方的所作所为触碰了他的底线。作为队伍的首脑，他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接着，他又放走了男人所有的马。在这片混乱的土地，失去谢伊的庇护，他们将举步维艰。晚上，男人煽动众人向谢伊发起抗议。
他指责谢伊收了钱却不办事。为了让众人心服，谢伊决定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You ready? Can't make it much easier than that. Bang. During the war, we fought a battle at this place called the Wilderness. I fired my rifle so many times, the barrel melted. We killed 5,000 men that day. 一番言语下来，男人已经吓得尿了裤子，最后只能夹着尾巴灰头土脸离开。显然，这样的立威方式非常成功。次日，一个男人向谢伊告状，队伍中有个霸凌者四处抢夺粮食，怒不可遏的谢伊当场表示必须揍他。随后几人便气势汹汹地找到霸凌者，有了3个狠人撑腰，男人顿时支棱起来，他义正言辞地向霸凌者索要粮食。From who did I take? What are you doing? 面对强壮的霸凌者，男人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终于，人狠话不多的詹姆斯看不下去了，谢伊将钱退给男人，表示不带他玩了。Find your own way to Oregon. You follow us and I'll kill you. 将男人踢出群聊后，他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不多时，一条河流截断了众人的去路。身为走南闯北的牛仔，想要渡河并不难，可对于其他人来说，简直就是地狱级副本。简单商议后，他们决定休整一晚，保存体力，明日渡河。詹姆斯独自来到河边查看情况。晚上，他叫醒妻子，决定瞒着众人连夜渡河。他要保证自己的妻儿先过去。接着，他们来到河边准备渡河。保险起见，詹姆斯趁河不注意先渡了一遍。显然河水并不浅。准备就绪后，他们开始渡河。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成功了。次日，当谢伊来到河边，却发现詹姆斯一家已经在对面。詹姆斯承诺会在这里等着他们，并施以援手。返回营地的谢伊让众人将物资全部丢掉，准备渡河。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所有的家当，但为了活命，他们只能忍痛丢掉。在众人抵达后，詹姆斯拉着绳子再次渡河，他将绳子固定在一家装满物资的马车上，众人牵着绳子有序地向河对岸赶去。接下来，他们要将马车赶到对面。尽管他们做足了准备，还是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詹姆斯的妻子也被拉了下去。经过一番纠缠，他挣脱女人，独自游了上去。对此，他非常自责。他想救下所有人，可他办不到。就这样，队伍再次大幅减员。然而，后面的路才是他们真正的考验。这是他能为心爱的男孩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他们一路走来，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就在昨天，两人终于确定关系。本该是一段让人羡慕的西部佳话，然而仅仅一天，便已物是人非。抱着男孩的尸体，艾莎的世界彻底崩溃，而这仅是她黑化的开始。一天前，艾文鼓起勇气向艾莎表了个白，不等艾莎回应，他直接吻了上去。看着艾莎不为所动，艾文立刻道歉。就这样，心照不宣的两人正式确定关系。当他们从甜蜜中醒来，却看到艾莎的父亲詹姆斯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就在艾文以为自己要吃枪子时， You gonna shoot me? Think about it. 詹姆斯留下一句天亮启程，便匆匆离开。经过1个月的跋涉，他们已经彻底远离德州，踏入了一片缺失法治的混乱之地。晚上，男人端着来福枪在为家人守夜。正是因为抢夺粮食被谢伊踢出队伍的霸凌者，听到动静，男人端着枪起身查看，环顾一周，发现并无异常后，他放下了戒备。下一秒就被凭空出现的强盗一刀封喉。不多时，这家可怜人便被屠杀殆尽。与此同时，香艳的一幕在草原的某个角落即将上演。情窦初开的艾莎躺在帐篷里，想着心上人，她索性披着毛毯走出帐篷，来到正在喝水的埃文身后。两人四目相对，欲望在眼中流转。艾莎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还好我切得快，不然就进入收费剧情了。艾莎的母亲在帐篷里醒来，却发现身边的艾莎早已不见踪影。出于担心，她走出帐篷寻找艾莎。不多时，她就发现了不远处正在打乒乓的两人。眼前一幕让她心里五味杂陈。次日清晨，艾莎在帐篷中醒来，回想昨晚的美好，她不自觉露出微笑。本以为美好的一天开始了。So you better be very, very careful what you choose. 可迎接她的却是母亲的指责。玛丽指责她选择男人太过随意，根本不明白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并表示她一定会后悔。艾莎的决绝像扎在玛丽心脏的一把刀。此时她才明白，躲在自己身后的小姑娘早已长大。见母亲不再阻拦，艾莎急匆匆向着詹姆斯的位置赶去，她要得到父亲的允许。I'm gonna go tell Daddy. Tell Daddy what? That we're getting married! 此时的詹姆斯盯着远处的黑烟，表情略显凝重。同样看到黑烟的谢伊二人匆匆赶来，丰富的经验让他们知道那正是强盗所为。很快，营地所有牛仔聚集在一起开会，简单商议后，他们便有了作战计划。解散时，詹姆斯留下了埃文，显然他知道了两人昨晚的事情。眼看父亲要动粗，艾莎赶紧阻拦，他表示自己主动找上埃文，他和埃文是真心相爱。You say you love her, but you won't ever love her like I did. You better cradle it like an egg. I will, sir. 在詹姆斯的带领下，
队伍浩浩荡荡的上路，唯独留下了摩根夫妻2人。他们要用2人将暗处的强盗引出来，安置好队伍后，他们向着预定的埋伏点赶去。不多时，一个男人大摇大摆走向摩根的马车。就在他要对摩根的妻子做什么事，见老大当场暴毙，身后的牛仔杀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詹姆斯等人从对面杀了出来。就这样，5名强盗被4名牛仔追着跑。为了保命，他们冲向詹姆斯等人的营地，却没想到营地里的人他们也得罪不起。很快，4名牛仔追上了他们，仅一个照面，强盗们就死伤惨重。最前面的强盗遭遇了事先埋伏好的埃文。这时，听到枪声的艾莎终于赶来，可埃文早已死透，他瘫坐在地，心如刀绞，撕心裂肺的哭声诉说着哀伤与崩溃。看着眼前的强盗，他不再控制自己。随着枪声响起，带走了他所有的善良，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悲伤和痛苦。随着男人发出口令，一男一女弹射起身，身下马儿更是以3秒100公里的加速向着终点奔去。决胜时刻，女孩松掉缰绳，张开双臂，最终她赢下了这场赛马。Told you. I think you are the lightning. Lightning with the yellow hair. 男人毫不吝啬送上自己的赞赏。作为回应，女孩割下头发送给男人，这一刀代表着她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继艾莎为男友复仇，手刃仇敌，她柔弱的内心彻底发生蜕变。她明白，想要在这片混乱之土活下去，光靠柔弱是不行的。经过1个月的跋涉，他们的队伍从原先的100人迅速缩减为不到1半，而此时他们才刚踏足真正的凶险之地。他们必须穿越印第安人保留区，为了顺利通过，他们向印第安人上税。贪婪的印第安人既收钱又蹭饭，甚至看上了对话艾莎。山姆向艾莎表达了自己的好感，却遭到了艾莎的拒绝。原因有2：一是山姆虽帅，但没有各位点赞的彦祖帅；2是他刚刚死了男友，还不想搞对象。为了掩饰尴尬，山姆提出赛马，结果如大家所知，艾莎笑到了最后。通过赛马，艾莎对山姆有了一丝好感。次日醒来，她发现山姆留下的礼物，一匹由他头发编织而成的马，这让她对山姆的好感再添1分。很快，他们迎来了草原第1场风暴。为了躲避风暴，他们决定暂时放弃牛群。谢伊指挥众人向风暴中心跑，这样就不会被卷走。人们纷纷放弃马车，趴在地上开始躲避风暴。看着越来越近的龙卷风，艾莎3人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山姆出现，招呼他们跟着自己。在山姆带领下，他们很快找到一处反斜坡。此时的风暴彻底狂暴起来，好像要撕碎阻挡他的一切。山姆将柔弱的艾莎护在身下。2人就这样一口气亲到了天亮。旁边的2人直呼这波狗粮好吃。风暴过后，人们开始清点物资。比起地上破烂不堪的杂物，他们更需要找回行走的50头牛排。Any chance you saw those cattle? I saw him about a mile back. 很快，谢伊带来消息，牛群被6名强盗劫走。一想到未来的路连牛排都没得吃，人狠话不多的詹姆斯当场表示必须弄他。听到对方只有6人，他们决定留下2人保护营地，其余3男1女向着牛群的方位奔袭而去。听到女儿去和强盗火拼，玛丽着了大急，她端着来福枪向怀恩要来马匹， Get off the goddamn horse. 就要去和强盗分高下决生死。与此同时，以詹姆斯为首的4人找到了打劫牛群的强盗。糟糕的是，对方实际人数比情报整整多出1倍。看着强盗一言不合就掏枪，他们扭头就跑。不多时，他们跳下马背，摆拍战斗姿势，对着身后的13名强盗开始射击。他们枪枪致命，弹无虚发。3个强盗对着艾莎的背影疯狂出击，关键时刻山姆从后方杀出，他娴熟地将斧头扔出，重重砸在强盗身上，接着就是一顿重斧出击。此时的他简直就像一尊战神，砍完人后直接策马离开。看到艾莎一双卡姿兰大眼睛直冒火星子，因为人数差距，詹姆斯等人渐渐落了下风。这时山姆带人杀了过来，他们的加入瞬间扭转了战局。不得不说，补枪是个好习惯。战斗结束后，谢伊将詹姆斯腰子上的子弹取了出来。It's a souvenir for your son. The bullet that didn't kill you. How bad is yours? I didn't get hit. 当他被问到有没有受伤时， You see it? Take off your hat, Captain. 就是这颗子弹，差点让其化身死灵骑士。 I used up all your luck too, Captain. 与此同时，玛丽在路上遇到一个牛仔，救女心切的她将对方认成了女儿艾莎。走近才发现是一名逃脱的强盗。 Give me your horse. I ain't asking. 身受重伤的女孩被一群印第安人团团围住。 I said no. Okay, let
go? I will sell you. 当男人准备开枪时，女孩进口吐印第安语。话音落下，女孩将手中石头砸向对方。愤怒的男人抽出棍子就要反击，看着女孩无惧生死的表现，他动容了。他将棍子在女孩头顶轻轻一点，这是印第安人独有的祝福方式。You didn't kill your family. What's your name? Good name. 19世纪，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鼓励东部居民向西部迁移，一支上百人的队伍为了美好生活向着西部开拔。然而，仅仅走了一半路途，他们便死伤过半。但此时他们才刚踏足真正的凶险之地，在必经之路上，他们目睹了一起凶案现场，几名印第安人受尽凌辱后遭残忍杀害。通过观察现场，谢伊很快得出一个重要线索：他们在死之前一定是活着的。就在这时，谢伊突然紧张起来，在印第安领地杀害印第安人，无异于耗子舔猫腚。这样一顶帽子扣上来，后果可想而知。Getting old, getting sloppy and getting old. God damn it! I ain't think of it neither. 为了避免与印第安人厮杀，他们决定找到作案马贼并杀掉他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多时，他们找到了作案的马贼。马贼同样派出3人与詹姆斯等人交涉。男人声称自己是怀俄明的州警，他们正在对偷牛贼进行执法。Wyoming ain't a state. Who appointed you deputies? 托马斯表示：“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把我当傻子？”不等男人狡辩，抬手就是一枪。仅仅数个回合，占尽人数优势的马贼全体力竭。You the thief. You gonna die for it. 与此同时，作案现场出现一群印第安人，看着被杀害的族人，他们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他们要让凶手付出血的代价。此时队伍中出现了分歧，男人煽动众人跟着自己离开，而不是在这里等死。随后他就自顾自驾着马车直接开拔，转眼间就跑出几十米。为了让队伍尽可能保持战斗力，艾莎追上去想要阻止他，等他接近才看到马车已经冒起了黑烟，一群印第安人围着马车疯狂出击，最终男人死于他的独断专行。面膜男人注意到不远处的艾莎，在他招呼下，一群印第安人开始追击艾莎。看着艾莎身后的追兵，韦德指挥众人将马车围成圈。就在这时，艾莎突然转向，她要引开更多的人为队伍争取机会。与此同时，詹姆斯等人返回了作案现场，并在这里发现了印第安人留下的踪迹。他们深知队伍此时必然已经遇袭，想到这里，他们策马向来时的方向赶去。另一边，艾莎在昏迷中醒来，此时印第安人正在展开残忍屠杀，他们硬生生将女人头皮割了下来。看着眼前一幕，艾莎扭头就跑，她要找到武器做最后的抵抗，这才有了开头一幕。不多时，印第安人与詹姆斯在草原相遇。 Your daughter said you were hunting my family's killers. Not hunted him. Not killed him. 詹姆斯表示已经为他们手刃凶手。当他问起自己家人情况时， Do I? No more fighting today. Their tracks led from the bodies of my family. We made war on your people, and your daughter stopped it. How'd she stop it? By being the best warrior of all. There are surgeons at the fort. Take her there. 当詹姆斯返回营地后已是深夜，他看到艾莎所中之箭脸上露出凝重，经验丰富的他很清楚这支箭雨的威力。最终，他们接受了即将失去女儿的事实，两人商量着瞒着女儿艾莎，希望她没有任何压力地走完最后时光。And we will let her look at this world with those big paper eyes. 尽管詹姆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可艾莎还是在他的眼神中看出异样。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身体已不堪重负。Rubes and dreams built this whole world, honey. Every inch of it. Want to know my greatest fear about Darren? It's being forgotten. Nobody's gonna forget you, Elsa. 这时，3名印第安人突然出现在不远处。艾莎回头望向同伴，下一秒，她就策马向远处奔去。直到现在，她还在想着保护同伴。没跑多远，她就跌落马背。印第安人首领决定带艾莎回营地救治。他们将艾莎放到溪水里浸泡伤口，血很快便被止住，但伤到肝脏，她已无力回天。詹姆斯决定艾莎死在哪里，他们全家就在那里生活。首领承诺给詹姆斯一块被称作乐土的土地。But you know this, that in 7 generations, people will rise up and take it back from you. 艾莎感受到身体传来的信息，现在她才知道自己已经回天无力。她指责詹姆斯欺骗了自己。艾莎的时间已不过3天，可赶着马车到达乐土起码需要1周。詹姆斯决定自己带着艾莎先行，玛丽则驾驶马车在后面赶路。詹姆斯希望谢伊能替自己将这一想法传达给玛丽，这表示他必须在这里和女儿做最后告别。次日清晨，詹姆斯带着艾莎出发了。玛丽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尽量装出笑容。
他明白下次再见就只能是女儿冰冷的尸体。和每个人道别后，艾莎在众人不舍的眼神中离开。经过1天1夜的跋涉，他们穿越平原，进入一片森林，终于来到这个被称为乐土的地方。You wanna go? Against the tree. 最终，他们来到一棵大树下。艾莎选择在这里度过她生命最后的时光。在艾莎要求下，詹姆斯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艰难地述说着自己的儿时回忆，吐出的每个字都如千斤巨石般沉重，痛苦麻痹了他的大脑，无尽悲伤撕扯着他最后的坚强。之后，詹姆斯一家便在这里定居，他们世代守护着名叫艾莎的女孩。1年后，谢伊来到海边，在这里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然。随着一声枪响，谢伊倒在沙滩上，在妻女死去那一刻，他便决定将以这样的方式去陪伴。而现在，他完成了此生最后的目标。故事到此为止，我是约翰，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